我觉得胖子是有好处的，因为胖子不参与美丑的竞争，对吧？胖子长都差不多的。我有时候看宣传照是分不清楚我跟刘仁成的。我理解不了那种减肥纯为了变帅的人。我认为减肥等于瘦，但不一定等于帅。减肥等于健康，但不一定等于帅。减肥有可能会丑得更清晰，是吧？但你要说你从小胖到大，想瘦一次看看，我也完全能理解，但我也没有这个动力，因为我不是从小胖到大的人，我是20岁才开始变胖的。什么意思？就是我见过自己最帅的时候什么样。一般33岁，30岁的主要工作呢，就是参加《喜剧之王》单口季，很累很累，是的，是的，成绩差的人也是累的。主要是反馈很奇怪，都来自于弹幕。很多发弹幕朋友很极端，你知道吗？要不夸我夸的看不懂，说从我段子里面看到那种30岁的绝望的禅意。要不不看段子，主要帮演员调整体态。说我脖子短，是乌龟颈，乌龟的脖子。骂人太难听了，但你有没有看过乌龟吃东西？乌龟脖子不短的，乌龟是穿搭问题。我是纯短，我是。还有那种网上那种帖子莫名其妙说哪个脱口秀演员脖子最短呀？下面评论大老王吧。好像大家确实在大城市都很在乎体重、体态这些。我也经常减肥，看不太懂很多减肥的帖子，说少吃点儿。朋友说你吃到8分饱不就好了？我说吃到8分饱了，那剩下的92分怎么办啊？我其实真的，我特别讨厌的是那种减肥成功的人。很烦，你有时候跟他说，今天晚上吃点好的吧。他说，抱歉，我没有热量缺口，我没有热量缺口了。我把你腿卸了就有了。但你跟你的胖子朋友说，今天晚上吃点好的，他说抱歉，我在减肥。你跟他说明天再减，说行。谁说胖子不爱运动的？这不给台阶就下吗？很喜欢胖的朋友很会安慰人，你有时候就是抱怨1个月1斤没瘦，那种减肥成功的朋友就会说那种屁话。你真的做到干净饮食了吗？你真的做到好好休息吗？你真的做到天天好好运动？你真的有为自己拼命吗？我说你是谁呀？你是多邻国呀？我觉得胖子是有好处的，因为胖子不参与美丑的竞争。对吧？胖子长都差不多的。我有时候看宣传照是分不清楚我跟刘仁成的。我理解不了那种减肥纯为了变帅的人。我认为减肥等于瘦，但不一定等于帅。减肥等于健康，但不一定等于帅。减肥有可能会丑得更清晰，是吧？但你要说你从小胖到大，想瘦一次看看，我也完全能理解，但我也没有这个动力，因为我不是从小胖到大的人，我是20岁才开始变胖的。什么意思？就是我见过自己最帅的时候什么样，一般。没必要的，我挺忙的，朋友，30多了，工作、生活、家庭一团糟，决定花足够多时间减肥，终于瘦到自己颜值的顶楼，一开电梯门 B2。而且饮食也定型了，因为我是内蒙人，从小到大就是羊肉、碳水，不怎么吃蔬菜，唯一的蔬菜是土豆。近些年才知道也是碳水。我们这个土豆怎么吃？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们会拿高压锅压一锅羊肉，然后羊肉捞出来会剩下一锅纯粹的羊油，羊油炖土豆。你别管现在几点，谁吃谁午睡。
在内蒙特别爱吃麦当劳，解腻。所以我完全知道为什么瘦不下来，我真的太爱吃了，我是那种吃到好吃东西会失忆的人。我吃了吗？开心。但就是这样，对吧？你年纪越来越大，你代谢越来越差，你就是身体会越来越差。我身体变差的很清晰，一年会有一个新的毛病。30岁那年脂肪肝，31岁颈椎病，32岁失眠，然后因为这些意外的养成了很多好习惯。因为脂肪肝开始运动，因为颈椎病开始不低头玩手机，因为失眠开始早睡早起，太有意思了。我现在好习惯越来越多，身体越来越差。你问我怎么养成这么多好习惯的？我说首先你得有一个坏身体。我说怎么身体差的收益这么高吗？我现在有点期待我的80岁了，成为自律博主。80岁高能量乌龟颈男孩自律的一天。人就是会越长大越发现真实的自己。我慢慢发现真实的我就是狼人杀里的村民，那种白天瞎忙活，晚上倒头就睡，没有任何技能，所有人看到你就知道你肯定是个好人。最擅长的事情是站错队，所以你跟同行也很难交流，因为大家作息完全不一样。同行基本上早晨6点睡，我6点醒，他们像给我守夜的。我想跟同行聊天，只能晚上我起夜的时候。前两天3点多给零检机回消息，零检机很震撼，说：“王哥，你怎么还没睡？”我说：“我去上厕所。”他说：“王哥，原来你用的是企业微信。”我很怕30岁不成功，怕着怕着就33了，发现不成功是不会死的。30而立是不是就是 PUA 我们的话术，告诉我们什么年纪就该做什么事儿？做不到是完全可以的，而且你发现一旦30不立，你就是可以做任何事儿的。一旦30不立，其实你就可以31立，或者32立，然后33直接知天命。35岁被优化，3个6开，3、7、21天养成一个好习惯，80岁成为自律博主，偷偷吃羊油炖土豆。我媳妇儿说：“你是不是馋疯了？”我说：“你有没有从我的段子中感受到一种30岁的绝望的禅意？”说到这儿吧，谢谢大家。我最近忙，最近在卖一个走步机。为什么卖呢？因为是我买的，我有商品的支配权。什么是走步机？就是一个运动器械，就是跟跑步机差不多。跑步机的最高配速12，走步机最高配速6。你就可以理解为就是跑步机老了，你也可以叫它跑不起来机。我这个身高体重在这个上面其实很难走起来啊，只能看起来很欢快。很冷门的一个产品，历史上我没见什么人用过，只见过一个人用过，就是春晚上的黄渤。80平米的小窝，还有温柔的好老婆。这就是我现在风格。观众说我吃毒蘑菇。买是因为它可以边工作边运动，朋友们。我不喜欢工作，我也不喜欢运动，所以它可以一起做，你知道吗？效率很高。工作时间用来运动，运动时间用来工作，你的1个小时就变成2个小时，一天就变成2天，24小时就变成48小时。所以我今年32，其实我已经64了，还有1年退休。不，其实是半年。抱歉，这一些精妙的逻辑推演。边工作边运动，你们不兴奋吗？啊？那边工作边运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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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工作边动，边工作边运动呢。这走步机的6种倍速，然后。这就是在走步机上写出来的段子。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快跑，然后。想买走步机是因为我是一个很贪心的人，我其实对自己要求很高，但我能力跟不上。因为我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定计划，定完计划就困了，然后在计划里补上回笼觉。有时候甚至觉得我是不是写啥就完成不了了，是吧？所以这什么是土度 list？这不是一个土懂的 list 吗？我其实觉得做计划就是一次理想中的自己跟现实的自己的对话了。理想中的我杀伐果断，现实中的我主要在沙发里吃饭。很怕别人问我工作进展，所以有时候楼下大爷会跟我打招呼，问我吃了吗 ，check 我进度。所以有本能反应想告诉他，这个不是我负责的。我是不太相信那些能把这些计划每一个都完美执行的人，比如自律博主那种睡够8小时一天，工作8小时，阅读4小时，然后冥想2小时。我说啊，你阅读的时候不是冥想过了吗？我真的很爱看自律博主，我是那种会早起看自律博主的人。那种早晨起来6点就看他们忙活，瑜伽、阅读、冥想、榨蔬菜汁儿，然后上课迟到了。迟到的时候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我说你这个是计划赶不上变化，还就是计划的赶不上？每天其实完不成计划会很自责，你知道吗？但一想，其实大家许愿实现不了的话，其实是不会责备自己的。所以我现在是以许愿的心态定计划。性难愿一生吃素，只为能完成土度。我现在会把我的土度烧给雍和宫，去雍和宫求签，神仙也会很疑惑，说你求的是什么问题啊？土度，哦 ，not 土度。怎么现在我这个工作还得普度众生？我说我疯了，你不相信我？现在真实情况就是每天的时间都用来刷短视频，10几个小时在短视频上面。就现在我感觉我这个手机的使用时长呀越来越长，就感觉我这个手机买的真值。社会上发生什么充耳不闻，你知道吗？短视频流行什么如数家珍。有人跟我说这是信息茧房，我说茧房怎么茧房多舒服啊，那可是真丝的。但是我会想，你说我刷了这么多某音，我就在想，你说我是一个每天10几个小时这种优秀的某音用户，为什么我面试过不了字节跳动？我连走步机都是在某音上买的，你上哪儿找我这么好的用户啊？所以某音就是我吃的毒蘑菇。所以这个世界谁懂？某音懂。你都不懂你自己，某音懂。别的软件还在猜你喜欢，某音早不猜你，某音早知道你是个什么玩意儿的。随便推点什么你都会喜欢的，真的。我现在个人经验是这样，我现在经常通过某音了解我自己，我在利用它，你知道吗？我说哦，原来我是这种人。一个肮脏、龌龊、下流、好吃、懒做的一个想进步的人。谢谢。我的金牌，就是有点挺不住了。但每一个来大城市打拼的人，在他挺不住的时候，都会想再拼一把。来都来了。谢谢大家，我是房主任。今天又被骗了啊！被房主任骗了，他天天都有在后面哭说我没有稿子，我没有稿子。然后他今天演成这样，啊，不是该哭的不是他吧？应该是我。每个接在房主任后面的人都被淘汰了。所以你们不要把我轰下去，谢谢。讲讲我啊！我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啊，我是一个能量很低的人。我
说我能量低，不是我说我内向，就是我很容易累，特别容易累。我每次都是休息2小时，演出5分钟，这5分钟在台上生龙活虎，下台嘎巴就躺了。但是我有一个跟我完全不一样的妈妈，我妈能量超级高，她精力超级充沛，我俩完全不一样，我俩处理问题的方法都不一样。我妈处理问题的方法就是干就完了，我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死了得了。所以我完全不懂我妈，我完全不懂她，但是我能理解她是怎样形成这样的性格的，跟她的工作有关系。她是一名小学的班主任，她有一个偶像叫李云龙，她的教育理念就是逢敌必亮剑。每个学校都有打扫分担区的活动，我妈的班级如果领到那种特别不好的那种打扫工具，她就会给她的学生们做扫前动员。她说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去给我找工具，哪怕去偷去抢，我要你们20分钟内把这里打扫干净。这就是我的妈妈，一个有洁癖的土匪头子。而且我妈特别喜欢搞氛围，特别喜欢搞氛围。每次年夜饭都是她的主舞台，一大桌子菜，一家子人坐好了，她不吃，她拿起一杯酒，说：“来，我提一杯。”然后对着我姥姥说：“妈，感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关心和照顾，这杯酒我敬你，祝您身体健康，寿比南山。”我说：“妈，你要找我姥办事儿吗？”啊，我感觉你们俩都不熟，我要不给你俩引荐一下呢？我要。而且他自己敬完了之后，他又指挥别人敬酒，让我老舅给我姥敬酒，让我老姨给我姥敬酒，然后他们仨一起给我姥敬酒。我说咱们家是敬老院嘛。我姥80了，我说再这么敬下去，我觉得我姥寿比南山难。北海北海有老墓碑，起低了。我喜欢。有人喝了，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别敬了，我觉得我老脸色都有点难看了。”我妈说：“能不难看吗？你还没给姥敬酒呢。”而且我妈不仅自己搞氛围，她还拉着我一起搞氛围，让我在年夜饭饭桌上表演节目。你说小时候表演就表演了，长大了也表演。我说实话，朋友们，我的亲戚朋友们平均年龄40、50岁，我学幼师的。我给他们演什么？我说让我看看是谁的老眼睛没有看老师啊！太荒谬了！最荒谬的是，没有一个人觉得这很荒谬。而且我妈连生病的时候都要搞气氛。去年生病住院了，我陪她去住院，我天天熬夜熬得面黄肌瘦，我妈满面红光，跟隔壁搜手。医生进来都懵了，跟我妈说：“你长点心吧，你孩子都病成这样了，你还有闲心跟人唠嗑呢啊！”而且没住2天，几乎整个楼层的病人都认识我妈。我妈在走廊里散步的时候，那3步一招手，5步一回头，谁都得过来跟她唠10块钱啊。她天天在医院里给人化疗，哇！我陪我妈在走廊里散步，后来我发现，都有人开始认识我了。他们指着我跟我妈说：“哎，这个就是你经常提起的那个说脱口秀的女儿，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我说：“我不是，我是德云社的烧饼。”我知道这段脏，但是我喜欢。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我了，他们直接都不叫我，他们直接上来就跟我说：“演一个，大方的演一个。”我说：“让我看看是谁的老眼睛没有看老师啊！”
荒谬！我为什么今年想上节目？我就是希望以后再有人让我演一段的时候，我直接把这个视频怼到他脸上，就放刚才那一段，就放这一段。而且这些我都能理解啊，这些我都能理解。我唯一我不能理解的是，我妈她自己做完手术之后，她要操心别人的手术，我无法理喻。就人家有家属，有主治医生，她在那儿指挥人家，说你抬头，你抬脚，你扶腰，放这个床上，运动啊！我那个时候我非常生气，我非常生气，我对着我妈，漂亮。我说妈，你也是个病人，你应该躺在那儿休息，你天天操心别人的事儿，你不累吗？我妈说，你天天说脱口秀跑这儿跑那的也赚不了什么钱，你不累吗？我说妈妈，你帮助别人的样子真好看。我发现啊，我其实那段时间我整个人都想改变我妈，我想让我妈变得像我一样，就是安静一点，有助于她的恢复。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妈住进那个病房之后，整个病。大家好，大家好，我叫大老王。聊聊大老王。我现在已经不上班了，那你发现不上班跟上班比最大的好处就是不上班。网上管我们这种行业叫自由职业了，对吧？自由职业是我认为一个很有意思，它是一个反义词，很矛盾，自由和职业。上次听到类似词是调休。小长假，神仙工作，小北冠军。我们这个工作呢，性质属于创作性工作，其实每天就是在家里，主要是等梗出现。我很羡慕农民伯伯工作，春种秋收，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春天种下种子，秋天收获果实，然后就会留下一地的梗。这就是我最羡慕的生活了。但我这个状态，基本每天就是盯着屏幕，一天啥也不干。主要是改行间距，修改字号，调整文档顺序，就是我的一天。我的一天呢，就是啥也不干，啥也不干呢，就是我的一天，这就是我的一天，我的一天，这是谁的一天呀？我的一天，干嘛呀？这几句写了1个礼拜呢，写了1个礼拜呢，这几句。在家自己控制自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对吧？你在家里越认真工作，对家里别的事情注意就越集中。一认真工作就发现这个墙纸坏了，门框翘了，踢脚线是不是要掉了？自由职业一个学会没缝了。我其实跟很多人不一样啊，因为很多人焦虑会抽烟喝酒来缓解，我不是这种人，我是那种一焦虑就早睡早起的人，非常的健康。我感觉我真的是焦虑吗？我该不会是自律吧？感觉我是那种可以健健康康的焦虑到80岁的人，就是那种每天起来都我烦死了，但我不死。焦虑我看不了小红书上那种很积极的人，什么25岁重启人生一切都不算晚，26岁重启人生一切都不算晚，27岁重启人生一切都不算晚。我一年一年的搜，你知道吗？我最高搜到70岁重启人生一切不算，我真崩溃了。我说70岁还不晚吗？大爷啊，一点积累都没有吗？70岁重启那不重生了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重启人生的帖子啊，就是去旅游的。重启人生去丽江，重启人生去昆明，重启人生去大理，就去云南重启。啊，云南网不好。
感觉云南是游戏里的复活点。到云南就兄弟可不敢再往南走了，再往南就不重庆，那就关机了。所以去云南这种事情是没有办法治愈我的，所以前段时间我去了景德镇。今天节目录制压力太大，第一期准备期间去景德镇去缓解焦虑，然后太累了，整整6天，捏了20多个盘子，真太累了。996的捏泥巴，自费干日结来了。每天起床就干，倒头就睡。我说是重启人生还是劳动改造来的呀？景德镇基本上全是来重启人生的。我们班有一位裸辞来学词的一位北京来的词，太帅了有点儿。裸辞来学词，丢了饭碗来做饭碗，每天都吃不上饭了，还在那儿忙活呢，空腹有氧。放松之余还要学个技能。This is China。做盘子很难啊，因为盘子很难做大。第一堂课学拉杯课，你知道，最后累得手都抖了，可以说是大盘持续震荡，很懊恼，你知道吗？30多岁玩不明白泥巴了。学了一下午，泥还是泥，我和泥都扶不上墙了，觉得自己很蠢，你知道吗？原来不会写段子，现在不会捏盘子，我该不会是个傻子吧？啊，我真蠢，你知道吗？怎么能？你怎么笑点太奇怪了呀？我真蠢，我是怎么想的？靠捏泥巴来缓解人生焦虑的？你知道，我想过历史上唯一一个靠捏泥巴来缓解人生焦虑的是女娲。女娲捏泥巴造人，女娲是按照自己样貌来做的人，一焦虑就做自己。感觉女娲是会发小红书的那种人，上班就能玩泥巴，真是一份神仙工作。女娲这工作应该挺焦虑的，因为女娲的主业是补天，每天一起床都有一个天大的窟窿等着她。女娲很无辜，女娲纯背锅。凭什么共工统的天，女娲来补？招谁惹谁了？你说女娲每天会不会看着那个天非常的绝望？说，哎，如果这个天要是行间距就好了，能修改字号把它挡上吗？能把别的天复制粘贴到这儿吗？这是谁的天？女娲补的天。这是谁的天？这是我的一天。大老王写于2025年4月27日景德镇，谢谢大家，我是大老王。大家好，我是大老王。哎，大家好。发现这个线上线下还是不太一样的。这个线下演砸一场演出，你只要卸载小某书2天，你的人生就重新开始了。线上也太长尾了，总有那种看得特别慢的朋友。有那种最近才看到第2期的，给我发私信，说大老王，你是最棒的。我说不是，付航是最棒的，我是第32棒。你没有朋友吗？没人给你剧透吗？小某说不猜你喜欢吗？你买咖啡送付航贴纸的时候，你不好奇吗？啊？啊？为什么不送大老王的贴纸呢？还有追着骂的，你知道吗？追着骂的说你太尬了，找个班上吧。
什么逻辑，家人们？什么逻辑啊？脱口秀讲不好，工作就能干得好？你是不是对工作要求有点太低了？我工作能力更差呢，我干不了那个，才干的这个呀。我上班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其实都干不好，早高峰都赶不明白，早高峰有点太累了。我是觉得早高峰就是一天最累的工作，就不能先工作后早高峰吗？而且早高峰上没人开心，对吧？基本上是一天心情最差的时候。我说你叫什么早高峰啊？你就应该叫早低谷。早高峰没人开心，但换句话说哈，你要在早高峰看到人开心，你不害怕吗？整个地铁人所有人都觉得有哥们儿来当当当当当当，好热心。你感觉他背着小书包就去炸单位了，你知道吗？到了公司，老板不在，一顿乱炸，基层互炸。老板来了，懵了，人呢？哦，优化完成了。我不理解早高峰，原因是早高峰的目标叫打卡，打卡又是我认为21世纪最抽象的发明，对吧？这玩意儿太有意思了。你看啊，人到了公司，没打卡，不算到，对吧？人没到公司，打卡了，算到。怎么定义存在？证明打卡就变成了一天最重要的事情。人就是活几个瞬间。我以前老板还跟我说过那种公司福利，说公司以后不打卡了，不打卡就更神奇了。不打卡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下班，不下班就没法定义什么叫加班，太妙了。忙了一天跟没来一样。我说，哎呦，老板你可真好，为了给我们取消加班，把下班取消了。我其实最不理解的原来公司福利就是公司那种打车福利。我们原来公司7点下班，但是9点打车报销。附近所有公司都是9点打车报销，大家都卡点下班打车，然后就会出现一个盛况：如果你8点59打车的话，自己花钱，司机秒接单；如果你9点打车的话，就排队1小时，但是免费。这就是我每天忙了一天以后，要遇到那种最具体的问题，到底是省25块钱还是省3个小时？这是我每天遇到的最具体的快车难题。就这种情况，还有人说公司福利好。我有个朋友在字节上班，天天给我炫耀字节，天天挂嘴边字节。他主要炫耀他们公司有个福利，就是房补，就是租房补贴，住在公司30分钟以内，1个月给1500，很好。但我觉得没必要天天挂嘴边我公司有房补。我说这玩意儿是挺好，但这玩意儿有这么厉害吗？你知道以前长工住地主家都免费吗？主要是你爱公司，对吧？你有没有想过公司是怎么称呼你的，对吧？公司对员工有个统称，叫官方的说法叫人力资源。听听朋友们听这个词多吓人，你是资源，风力资源、水利资源、人力资源。我那朋友还挺开心，说资源那不挺好呢？我是资源。我说好。你是煤，你是矿，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行了吧？啊！我觉得大家真的对公司的要求有点太低了。我前两天看新闻，毛东说要给外卖员交5险1金，所有评论都说是良心企业。我说真的吗？啊？要给员工交5险1金，那不是合法企业吗？我们之前对资本家要求太低了。哎呦，我们老板超好。都不违法，而且你有没有想过，没有5险1金的日子里，其实外卖员每天是很辛苦的，对吧？担惊受怕，一天到家以后啊，吓死我了，又是无惊无险的一天。朋友们，我聊这些是因为我不上班，你能理解吧？我站着说话不腰疼，好吧？是。别听进去的，明天上班就疯了啊！大家我要上。别整好吧，不要！我能说这些是因为我从那里面出来了，我可以说这些。我在公司的话，能晚到半小时，我是一定会晚到半小时的，我是一定的。如果能有1500的房补，我是必须到手的。这就是我的英雄主义。这是我认为我的英雄主义，就是每个普通人的英雄主义，就是在你加班到
每个普通人任务就是在你熬，这样吧，就是在你熬夜加班到晚上9点以后，依然选择等公司打车下班。谢谢大家。大家好，我叫大老王，然后我现在不上班了，自由职业。最后一份工作赶上了一家互联网大厂的变动期，变得太快了，2个月换了6次方向。开会的特别认真，根本不敢走神，对吧？一直走神，哎，换方向了，感觉老板脑子就不清楚。水多了加活，活多了加活。我说你别光和面了，你也画点饼吧。变得太快，变化赶不上变化，受不了辞职了。但自由职业久了它也不好，它是2种工作状态。但我感觉我这个人骨子里更擅长上班，因为上班不一定需要真有产出。自由职业真得工作的，上班做不好你可以怪全世界，领导不行，甲方不懂，同事脑子不好，行业要完了。自由职业做不好你怪谁啊？咖啡不行，外卖不好，电脑脑子不好，行业要完了，怪不了任何人。不上班的咖啡也不好喝，咖啡就得配糟心事儿。配一场百无聊赖的会议，清爽；配一场扎扎实实的背锅，厚重。在一个没有任何意义加班的深夜，盯着公司的使命、愿景、价值观，苦。有个逻辑叫咖啡不耐受，我不太相信。咖啡不耐受，我认为就是老板给你上的强度不够。咖啡不耐受逻辑是喝完咖啡肠道蠕动会加速，会上厕所。所以喝5分钟咖啡，半小时厕所，这不是咖啡给你的福报吗？5分钟咖啡，半小时带薪年假，眼睛一闭倒3亚。自由职业的工作不是很多，但是反而会很空虚，很没安全感，所以我在我家里面专门弄了一个工位。每天早晨穿戴整齐坐在工位面前，打开电脑准备开始一天工作，发现没工作。我自己给自己写文档，然后艾特我自己，给自己定了 KPI， 还给自己写周报。我专门下载了个钉钉，一个好友都没有，就那么挂着，挂1天。上个月记了3次忘打卡。我跟我怪自己，我说大龙下个月可不能这样了，差点把自己优化了。我很感谢刚才这一位朋友鼓掌，这就是喜剧的意义。好难啊！现在我这不上班我才发现的，我其实挺喜欢被 PUA 的，很充实。这生活中很少的机会能遇到那种一个貌似身价1000万的人，愿意想尽办法骗一个住在隔断人的机会。以前总觉得老板控制我，现在发现这才是我想要的。他怎么不跟别人说这些呢？他肯定是为我好啊。穷，我还年轻，累，应该的，痛是因为我在成长。自由职业完全不行，你只能自己 PUA 自己，你不能又当驴又当胡萝卜。某种意义上，现在也算创业是吧？又当老板又当员工。老板每天给员工安排工作，说大老王今天写的段子要求不高，大概达到乔布斯做手机的影响力就够了。员工起床，我吗？最近3个月在准备节目好了很多，没有那么焦虑了，因为每天你会跟导演组对接，感觉真上班了。然后，但是最触动的还是3个月前导演组给我打电话说，大老王，我们想做一档喜剧节目，想做一个中国最好的喜剧综艺，就差你了。我说就到这吧，谢谢大家。大家好，我叫大老王，然后我是个北漂，然后今年还在找房，但我今年对租房的要求非常高，因为我已经31岁了，我不是个吃苦的年纪了。
我今年想租一个好主卧，那种南北通透、地铁上盖、园林景观、顶级物业的好主卧，预算3500。我把我的所有筛选条件在找房软件勾选完，点击确认，给我订回了老家内蒙。真的很难找，而且那些中介说话真的很离奇，跟我说是个套房，进去一层套一层，一层套一层，越来越小，越来越……我说你这是个俄罗斯套房。20平的房子，跟我说能住3个人，每个人还有自己独立的房间。我说你怎么住下的啊？你是先放了床后垒的墙吗？理解不了，真的，这2个月基本每天都在看房，从早看到晚。我这2个月基本上算是全职看房。人是不可以全职看房的，精神会不太正常。我那段时间我就开始乱看，北京东南2环，广渠门，看了个280平的别墅。乱看你还不让我看吗？东西朝向的别墅，卖6000多万，我觉得这个房子有问题。房东的钱来路不正，哪有正常人花6000多万买个东西朝向的房子的？我租房3500，看的全是南北通透的。正好那2周我妈退休，我妈来北京，我妈看，我妈说：“儿子，妈妈来过很多次北京，故宫、颐和园、长城，妈妈都去过。你在北京待了快10年，你带妈妈看看你眼中的新北京。”第一站。带我妈去了国贸的早高峰，下来看了个隔断，直接给我妈看崩溃了。我妈说：“儿子，你在北京3000多块钱住的地方，连窗户都没有吗？实在不行，妈妈给你买下来吧。”我给我妈看了眼房价，我妈说：“儿子，实在不行，实在不行。”你总不能天天带着妈妈看房子，真的很辛苦。所以我妈待的那周，基本上我妈就每天在家躺着，我去看房，白天看房，晚上告诉我妈找不到房子消息，白天晚上，第6天的时候，我妈崩溃了。我妈说：“儿子，那个妈妈准备回老家了。北京这个城市好奇怪呀，怎么躺着就焦虑呀？”你也早点回来，这儿老家更适合咱们。你想，你回老家是可以得到大房，你表弟去年买的房子多好。我想到去年我回老家，我表弟在我老家内蒙古乌海市自己全款买了个180平的房子。180平房子太大了，我没去广渠门之前是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大的房子的。180平房子太大了，你们知道180平房子有多大吗？太大了。他家有个房间居然叫衣帽间，衣帽间，衣服有属于自己的房间，衣柜不够你睡吗？我真正崩溃的瞬间是上厕所，他有个智能马桶、感应马桶，去了不会上，我去了就不冲水，急得我对着马桶开始打太极，边打边懊恼。我说从北京到内蒙不会冲水了，内蒙以前都不用冲水的呀。我在北京做互联网的，不会冲水，我天天跟人赋能抓手打通上下游，这上下水怎么打不通了？最后是我表弟进来帮我把水冲掉的，把我北漂所有骄傲都冲走了。出去以后真的很悲伤，我妈很兴奋，妈说：“儿子可以回老家吧，你看老家什么都有。”我说：“妈，我好像住差的住习惯了，我离不开北京的这些生活方式，离不开这些连锁店，离不开兴什么课，卖什么劳，优什么酷。”我妈说：“啊，这些老家都有。”我专门去看了一下老家的兴什么课。还是不太一样，老家的兴什么课里面，大家真的在喝咖啡。没有人掏出来苹果电脑装的，大家真的在聊，说这个兴什么课的奶呀，用的肯定不是呼伦贝尔的。
我妈说你回来可以找个稳定点的工作，比如像妈妈一样当个中学教师。我说妈，你不知道吗？你所在的内蒙古乌海是第4中学的中学教师，要研究生学历的。你儿子今年31岁了，英语4级还没过呢。而且你想想，你儿子从事过2份工作，第一份工作在互联网公司当产品经理，产品经理最出名的一本书叫《人人都是产品经理》。第2份工作，脱口秀演员，脱口秀演员最出名一句话叫你儿子这2份工作呀，都没门槛的。是我不想回老家吗？你有没有想过，有的人只配去北京？谢谢大家。我最近一直在拍戏，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有很多事儿是我完全之前没想到的。我在北京拍那个电视剧的时候，导演就经常会让我们实拍，就从一个胡同里出来，然后哭，扶着那个电线杆，然后所有的路人就是真的都是真实的，他们就从我面前过。我说就这么拍吗？他说对，就这么拍。我说那就来吧。我从里边出来，完了之后扶着电线杆开始哭，就哭得非常伤心，像那种大哭，就然后鼻涕流3个水晶吊坠，就这样。我这哭呢，完了过来一个大姐看着我，富航。我说拍摄呢，拍摄呢。大姐看着我，拍摄。我说拍摄，拍摄。我后来跟那大姐说，我真的在拍摄，然后那个大姐非常认真的看着我说，房，我特别喜欢看你，因为我只要一看到你，我就特别快乐。但是我上班每天都特别生气，你能告诉我怎么才能不生气吗？我给你讲一些不生气的段子。我今天在这儿讲给您，我答应您了。我之前上班的时候，老板有一个骂我骂到我每天胃疼，就是那种躯体化了。他只要一跟家里边打架，然后他就来这儿骂我，骂其他的员工。我当时说不能因为这个事儿把我自己身体都弄坏了。我开始上网学一个操，叫不生气操。真的有这个操，朋友们，完全没开玩笑的。然后就是双手这样抬起来，大家可以一起做，你知道吧？就看着远方，完了面带微笑，就是不生气，不生气，生起病来没人气，就这么简单。全网教学非常详细，但没有一个人告诉我是生气之前做，还是生气之后做。我当时也年轻，我选择生气当时做。第2天，老板到公司，他每天中午吃完饭一抹嘴就骂我，他就中午吃完饭把盒饭一搁一抹嘴，都是富航啊。我说来吧，老登，开战吧，骂我，凌辱我，鞭挞我的灵魂，来。他说富航态度不积极，我说。朋友们，我真的跟你们说一下啊，第一次的不生气操真的推荐你们去做，因为第一次跟后面的无数次完全不一样。因为第一次你100%会被自己蠢笑。你想，就是路边过来一个人走了，看着你，废物，完了你看着他，坐一会儿就笑了。就是后面没什么用了，因为只有最开始做的时候有用。然后我就研究了一下，外练筋骨皮真的帮不到我，我必须要内外兼修。我要想从我的内调完了之后跟外一起结合。我想怎么才能内外兼修呢？就比如说是，我开始思考，从小我只要一难过，别人一骂我就难过，难过我就哭，啊，一夸我就笑，我的情绪完全掌握在别人手里。我不要，我要反其道而行之。哎，别人骂我，我难过，我就到这儿，嘿嘿，大脑都懵了，大脑每天我内外兼修，提前1个小时到公司，办公室里没有人，比如这是你的工位吧，然后我就围着那个工位，真的就是每天练。我太难过了，就是不生气，不生气，生起病来没人气，嘿嘿，不生气。
同事跟同学一样都不跟我说话了，因为办公室有监控。他们开始传说付航有单枪匹马一个人做法给老板做死。他们说只要做够31天，老板干嘛死？我说你们想太多了。他们把视频拿出来给老板看，也给我看，的确稍微有点吓人。你就想嘛，明天早上起来这是你的工位，然后你的同事把书包一放，把肩膀一搁，不生气，不生气，生起病来没人替。不生气，不生气，生起病来没人替。老板当时看完那个手机，在办公室头发掉地上捡起来揣兜里，指甲都不敢剪，他怕我给他收走了，给他做死。他从那天开始就跟我稍微有点小小的隔阂了。他决定要裁员，说是2选1啊，因为老员工有感情，我跟一个大哥，我们俩只能留一个人。我们俩从知道这个消息之前是好朋友，知道之后一瞬间变成敌人。然后我们在宣布裁谁之前都没法对话了，啊，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是纯仇人了。然后在宣布之前，我一直翻我跟那个大哥的聊天记录，我翻，我突然发到我刚入职时候那大哥特别帮着我。我当时一想，付航有点难看了，我堂堂7尺男儿到哪儿能没口饭吃？我啪一拍桌子，我说老板，我主动离职啊！老板说本来也是你，天天就会狗叫，还有你们俩都滚。我说啊。不是说老员工有感情，所以说2选1吗？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永远忘不了。他看着我说：“做生意要什么感情？”哇哦！就从那天开始，我去任何一个工作，我都不会投入任何多余的，比如说是同事给我一个眼神，老板说我一句什么，我非常简单，我就是到那儿拿钱我就走，就是拿钱我就走。现在录节目也是，不是？对吧？录节目的时候给你们讲什么段子，如果你们当时没笑，我会非常难过。但是录完就不会了，真的，因为那时候就是 money in my pocket。没有，开玩笑。当时我非常生气，但是我想就这样算了，我就开始收拾我的那些东西。收拾的时候，他还骂我，啊，我那火腾就上来了，我的胳膊腾就抬起来了。我说你再骂我一句，他说付航，你还敢做操？我看你再敢做操，我说已经给你做上了。我做死你！我走了也给你带走。那个时候，我每天在那个公司有1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我会拿1个小时分成6份，完了之后每一次10分钟去那个楼梯间练脱口秀，我每次练10分钟，我没有影响谁。然后他就跟我说啊，我在那儿坐着呢，我坐着呢。他说付航，我知道你每天练那什么乱七八糟那种秀，我想看看你以后能不能像现在这么猖狂。我真的希望他看一看，我现在是大王。白玉兰的现场要是这样就好了。但是，只要有机会我就去，任何颁奖礼我都去。我从来不怕场子凉，我就怕恐惧。因为不管场子有多凉，我都不难过，因为我的鲜血永远炙热。那个时候我才发现。你真的到这个年龄之后，你就完全不会再担心了。那个时候他经常说啊，什么骂你是因为你好啊，完了说我每天说你都是为了你以后的发展。其实我到现在这个年纪，我非常认真的跟所有老板说，所有的话都是可以好好说的，别装了，你就是想发泄情绪。然后包括就是今天这设计也非常不合理，我想发泄一下，就是从我这儿开始，这边往后的这边的朋友，还有从这边往后边的朋友，他们看的根本就不是喜剧之王，他们看的是屁股之王。他一晚上都没有看到过别人的正脸，真的，大哥，我再给你演一遍。不生气，超哥这，我再给你演一遍，真的，就这。真的，大哥太辛苦了。然后，我就希望就是大家能开心一点，但是今天大家肯定会非常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喝上了传说中的。统一春福无糖茶了，哎，绿茶鲜爽，焙茶醇厚，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喝完了之后完全不一样。我当时呢，别人问我，哎，这个统一绿茶
喝没喝过有什么区别呢？我说当然有区别了，就好像我以前没拍过戏，有很多东西你没有尝试，你完全不知道。我拍戏还有一个故事是，我那个电视剧呢，我一直以为是1、2、3、4、5集就顺着拍，我真的拍完了之后才发现完全不是，根本就不是。他可能第1天拍第10集，然后他第4天拍第1集。我呢之前不知道有接戏的这一个说法，所以说拍戏的时候也出了一些小问题。当时有一场戏，第1天拍第1集是我在监狱里跟管教解释为什么我跟黄毛狱友打架。原台词是黄毛把鞋脱了，脚啪放在这儿，我跟他打起来了。但是你知道我爱即兴，我当时跟狱警说的是，我说您知道吗？黄毛把鞋脱了，脚啪放这儿，塞我嘴里了。导演说过，我说太棒了。过了3天，拍我跟黄毛打架。黄毛到了，把鞋脱了，我准备好了。突然，导演说3、2、1，开始。他刚说开始，突然出现一个小胖子，停。导演，我是场记。付航那天说了，黄毛把脚丫丫塞到他的嘴里了。我当时天都塌了，我天都塌了。我刚拍戏，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难搞，我总不能说导演说现在黄毛牙把脚放你嘴里，然后我说我忌口，或者什么我最近屁股或者什么之类的，这个完全不行，但是显得太难搞了。我就想到底该怎么办，我好难过。但是我一看导演面露难色，导演特别为难，导演说哎呦喂，哎呀，这咋办呀？你说这哎呀，当时我心里一下就放平了。然后导演就是非常难过的，他看着黄毛，他说：“你介意吗？”我说：“他的脚丫丫在我的嘴里，你问他介意吗？”我那火腾就上了，我这胳膊他就抬起来了。看，哇！你们越鼓掌，我做的越快。哎，我又坐起来了，我完全坐起来了。导演转头看我一眼，他看着黄毛说：“你赶紧脱鞋吧，付航着急了。”没有结尾，就是希望大家开心点，谢谢。姐妹们吃点好的，求求了，对不对？来，演出，大家好，圆圆。哎呀，第2年录比赛了，然后能感受到大家确实热情很多，但我自己也有一点小经验，我就发现这种曝光机会确实也还是有风险。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去年讲过一篇我妈因为被诈骗成了老赖，开头吐槽了2句娱乐圈老赖之子。讲完之后，节目组问我说：“哎，那你妈欠的钱还完了吗？”我说：“没有啊。”他说：“那你不就是老赖之子吐槽老赖之子啊？”然后节目组就让我在播之前把钱还完。我最后是找朋友借的钱，把我妈欠的钱还了。我说妈，我以后就不是老赖之子了，但你是老赖之母。就是大家录节目都想着多讲、多曝光、多挣钱，我讲这篇稿子血亏，1000多字的稿子欠一屁股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刷到过那种 report， 于翔宇脱口秀含金量谁懂啊？我懂。哎呀，然后现在真不知道能咋抓机会了。你看今年还都说这个 AI 是风口、时代红利，但你一般也就只能想到用 AI 继续干活。我试了一下用 AI 写段子，我说帮我写一篇脱口秀稿子，模仿于翔宇的风格，要能喜单夺冠。但因为我段子公开数据量没有那么大，所以他模仿的就不是很像。他给我的表演指导是在舞台上疯狂踱步。声音提高8度，我说哎，我是教主。
但是 AI 的东西看多了之后吧，你又会觉得这个世界还挺割裂的，因为你身边朋友一般都是担心因为 AI 失业嘛，但你确实又能看到有人靠 AI 挣钱。我之前看过一个采访，就台下一个观众问一个那种科技大佬说 AI 肯定会造就一批富豪，但也会造成大量失业问题，请问该怎么解决？那个 CEO 说 AI 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我说啊，但它不并存在同一个人身上啊。我们这儿全是挑战，你哐哐机遇。哇，你怎么不直接说你下岗啊？你下岗啊？我啊上富豪榜啊。就是现在的人说话都不过脑子了嘛？哎，我就不信瓦特改良蒸汽机淘汰纺织工人的时候会说蒸汽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纺织工人说瓦特的脑子瓦特了，咱们要不干掉他吧，反正进去也是踩缝纫机。我看完那个采访之后真的就生气，我就希望 AI 能快点发展统治人类，那就人人平等了，没有人上人，全都是 AI 的下人。就 AI 战胜人类，马斯克失去的一定比我多，我没有什么好失去的。我说老马最近咋样啊？他说4000亿美金全部清零，你呢？我说我挺好的，我花呗清零了。到时候那个富豪榜上面就80亿人并列首富，按姓氏笔画排序。我于翔宇，力压马化腾、刘强东跟张一鸣。所以我现在就真的很烦这些漂亮话，什么机遇挑战并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机会，拥抱变化。你看最近几年确实变化很多啊，经常就市场大起大落。每次那种股票基金暴跌的时候，都会有人说：“哎呦，抄底的好机会。”但是我看到我的基金大跌，我只有一个反应，就我现在觉得机会啊，有时候你就是留给本来就有机会的人。你不可能没那个条件就无脑冲冲冲吧，就啥也没有，但就像巴菲特一样思考，像谢霆锋一样卖烤肠，像吴彦祖一样教英语。那谢霆锋卖烤肠卖了15个亿，我也去卖烤肠，红利被他抓走了，我被城管抓走了。那你说我要是卖烤肠能卖15个亿，那一听就不合法。那烤肠得多上瘾，那淀粉肠里是淀粉吗？这就是机遇监狱并存。有时候我自己感觉有些事儿努力也有点徒劳。我去年搬来上海，我那个房子是大房东直租，我当时问他，我说你这个房子不会突然卖吧？他说你放心，我不卖的，我这套是专门用来出租的，我有10几套呢。你不信我给你看。他手机上有个 Excel， 我看着那个 Excel 是真的说不出 Word。我当时都不想要他的房子了，我就想加入他的家庭。我想问那个大房东，我能不能做你的2房？我拥抱变化，你拥抱我。然后其实现在大家都能感觉到嘛，现在就是机会没那么多了嘛，对吧？以前可能是这个风浪越大鱼越贵，嘛，现在就是风浪越大风浪越大。我感觉我就不是那种所谓能吃到红利的那种时代弄潮儿，我顶多就是个时代赶海儿，就这个浪潮退去，我才会出来。这能不能捡点啥呢？哎，这是个海螺。哎，听，是我哭的声音。一抬头，弄头在那开香槟庆祝呢。我说，哎，那瓶子喝完还要吗？这里面吴佳云。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临沂沂蒙山的房主任。
问一下大家啊，大家都有工作吗？有。我也有。适合大妈的工作只有2个啊，脱口秀演员和环卫工人。环卫工那个工作我没保住。你们再不笑，脱口秀演员也要下岗了啊！当脱口秀俱乐部老板邀请我来讲脱口秀，好可爱啊！说实话，很纠结。当时我们村信息中心要选我当下一届的村长的。这个世界谁懂啊？我在50岁面对的人生选择竟然是从政还是从艺。我可是个山东人。我说我们村长每个月工资2600，俱乐部老板说我每个月给你3000。我说其实吧，他钱不钱的无所谓，我就是热爱舞台。我问老板什么是脱口秀，老板说就是站到台上讲讲别人的坏话。我说这不碰到我强项了吗？我有着30年专业造谣和传谣的经验。全国说脱口秀的，谁能说得过我呀？我的第1场演出就演凉了，把我在村里积攒了50年的自信和骄傲击得粉碎。幸亏离家远呀，村里人不知道啊。村里的八卦都是我传的，我不说，没人知道。老板照顾我，就让我在俱乐部兼职做客服。他还很贴心的问我，说你敢跟别人说话吗？我说你应该问他敢跟我说话吗？他让我拿个手机在评论在网上卖票和回复评论区消息。有一天在评论区遇到了一个黑粉的网络喷子，就一下子激起了我的斗志。我说我好久没站在村口跟人对骂了呀。但我忽略了一点就现在的小年轻打字速度太快了。家人们呢？我1分钟才打8个字，我1条骂人的信息没打完，未读信息已经99加了。别说回了，我看我都看不过来，我气得那个直哆嗦，一哆嗦1分钟打3个字。我就好想跟他们来一场线下面对面的实战哪怕他们来的人再多，我骂不过，我还能往地上一躺。我就问他服不服。我一连回怼了好几天，第1天50人，第2天100，第3天200，是我的血压。我感觉我一个人在对战整个互联网，这互联网环境它也太差了。还有我们村头好。我问老板还有别的岗位吗？老板说接电话。我说这不又回到我强项了吗？上岗的第1天就被投诉了，说我态度不好。我说我哪态度不好了？我长这么大一直都是这么接电话的呀。喂，谁？老板说大姐呀，你要用夹子音，你要说喂，你好啊。对方打过电话来说这里是脱口秀剧场吗？我说喂，你好啊。对方说我要买票，我说喂，你好啊。又把我投诉了，说我恶心。老板说大姐呀，你继续说下一句啊。
我说老板，下一句我夹不住了呀。大城市太难混了。都说当代年轻人吃不了苦，那当代老年人他也吃不了呀。我还是干脆回村算了，回到村里种地吧，老年。直到有一天啊，我信息中心的朋友给我打电话，我拿起手机来就说：“喂，你好。”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的乡音，说：“哎，这是方主任电话吗？”我说：“啊，是我。”我朋友说：“哎娘嘞，这城里人他就是不一样了哈。”我说：“你不懂，在大城市工作说话他就这样。”我朋友说：“你在城里天天干啥呢？”我说：“我就是接电话，回消息。”我朋友说：“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呀？”我当时脑子里的第一个想法是啊，原来问一个在城里打工的人一个月挣多少钱这么招人烦。我一想到啊要被村里那些7大外甥8大侄女的嘀咕，我那股好强劲就上来了。我说：“啊，不少挣，一个月2、3万，你来不？我给你介绍介绍。”那一刻啊，我感觉是现在的我在劝过去的那个我走出来。第2天我就接到我女儿电话了，我女儿说：“妈，你到底在哪呢？全村的人都在传，你进了诈骗组织了，你快回来吧。”我说：“闺女啊，现在吧，妈妈走的有点远，已经走到比赛的第3轮了。之前吧，还拿到了1块复活的金牌，就是有点挺不住了。但每一个来大城市打拼的人，在他挺不住的时候，都会想再拼一把，来都来了。谢谢大家。”